以后我和你在一起。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h,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希光，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什么内疚，是正常发展，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所以，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h,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 什么时候有个规则啊？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好吧，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我刚刚只是不作为，可没乱指路，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还要去梅园吗？不用了。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 我想起来，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谁？等一下，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江瑞，不告诉他的话，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又要哇哇乱叫了。听起来后果很严重，必须要及时告知。不过，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没什么典故，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了玩笑。 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道理，是吗？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不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突然文艺起来。 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什么鬼？不动产风景？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哦吼，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
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是早就找到了，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安排合理不？非常合理。那你快下车啊，要赶不上了。等等，还有件事。干什么？握手道别？不是。那是什么？中午你不是跟江瑞说，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不要骗人，来，写一下。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我带走。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命运写好的剧情。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我头发已经吹干了。那早点睡，今天跑了一天。你也早点睡，你都跑了好多天了。好，那晚安。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以前不够名正言顺，现在说早安和晚安，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这几天你不见了，还觉得怅然若失。
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好，晚安。晚安。对了，明天去听讲座，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还有着装要求？当然。人呢？刚刚研究了1分钟发型，怎么才能像大学生？什么发型？发个照片来看看。不发了，锅盖头。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啦？真的晚安了。好，真的晚安。锅盖头会是什么样子呢？从火车站接到你，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这么难看？没有啊，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但是，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那怎么办？低下来，拿着。不这么严实，好像好一点。主要是给你看的，你满意就好。那就这样。哎呀呀！行，哎。还有一个汤啊，竟然排尾再点一下。这么多，难道是阿姨看他长得帅就多给些？不是吧？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所以才给的多。这太多了。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虽然老师请我吃排骨，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2块也不行。那就算了，反正挂科了，也是要重修的，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换个课。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的？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你说的对，
这个好像不错。叶小姐，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什么意思啊？林总，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不是我们老板对吧？对，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点。林总，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不难推理，毕竟物以类聚。那我就放开点了啊。那我就放开点啦，点，夫人。哎，多点一点，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林总，这是你的阴谋吧？你喊个大帅哥来，我还怎么放开点啊？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享受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到了。你明天出差路上小心。好。抱歉，才在一起就要出差。抱歉什么啊？你忘了49%。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为你赚钱？那我一定鞠躬尽瘁。被你提醒了，我这么奔波，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什么啊？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你给我的是什么啊？干嘛给我这个？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聂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师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当然算。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
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希望你能充分开发，积极使用。使用？怎么使用？你不要糊弄我哦，快点老实交代。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结果发现是相亲。你要是很介意的话，就把简历退给我，我把这段删了重发。还可以这样，删了就等于没有啦？写错了，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他求之不得，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不给他介绍。你老实个头！等一下，看一下你的邮箱。你的简历我早就看过了。不会吧？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机缘巧合。哦，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多谢好意，不用了。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哦，是吗？比如，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完蛋了！怎么了？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林雨森，我发现你名字里好多木头，难道你五行缺木？木头太多只会缺光照。那么多木头靠刚刚出生的太阳，光照是不够的呀。我等你送我一轮骄阳。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哟，林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那边招呼一下啊！好，哎，你忙，哎，西瓜，舅舅，林雨森，哎，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不就小林最出挑，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咱们去招待。哎，不，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就怕他回来呀。
哎，你们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嗨，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子，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再怎么样啊，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呀，不过如此。哎，老姜，声音小点，小点。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舅舅，我们去找林雨森吧。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这我跟着多没意思啊！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好。林雨森，西光，你怎么会到这儿？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我猜，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呢。外公，这是成瑞建筑的江总。这是我女朋友西光。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我想起来了，2年前在无锡见过。对。又漂亮了，女大18变嘛。雨森快30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知晓。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带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饭。好。好。雨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咱们一会儿见啊。好，一会儿见啊。这谁啊？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他们的女儿。是啊，如今的远程集团，这可有意思了。江叔叔，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刚刚好多人在看我们。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不出去，跟我来。哇，
好漂亮啊！和宴会厅一个角度。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唉，谁不是呢？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谢谢你来接我。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不要担心我。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那个地方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曾经志在必得，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如今志不在此。 You'll never forget. 习光，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你知道吗？自从你告诉我蛋黄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哎，你喝酒了吗？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至今没测出临界值。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了。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脸怎么这么冷？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
人生地狱，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我有个唐突的提议。什么？江风寒冷，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江风寒冷，可是寒舍听起来也不暖和。主人热情行不行？有多热情？这个问题，哎，我不是，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你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走吧，带路。走。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待会儿吃，先看照片。那去书房。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浦西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也是留学时拍的，不多。帅是真的帅，锅盖也的确很锅盖。不过你不会没有相册吧？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这个时期的确没整理，小时候的有相册，在爷爷奶奶家里，下次再带你去。我真是笨蛋，老上你的当。怎么能说是上当呢？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没有广东美食，照片不也在手里？你们的课这么满吗？医学院是这样。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
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你想说吗？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不是有12点的门禁？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你可以连载。谢谢。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时我7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医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
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进入生源半年，盛行杰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杰的评级。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别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弥补，心情平和了。我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现在又拥有了希望。我不想放弃，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特别厉害。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不可能。这么肯定？就是这么肯定。好。你这么高兴做什么？
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信人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对，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她告诉我，她和她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她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那我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什么？每次下车之前。但是，如果我们一起下车，也要吗？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希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我走了，拜拜。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必须来一条。然后小油上壶啊。399，我在外面吃饭。卤鸭，盐水河虾。我知道了，谢谢399提醒我。好，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这个桂花鸡头米。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对。最后一人一碗三虾面，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够了，我们节食呢，这些已经吃不掉了。也是，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就这些吧啊。医生，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是。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直说吧啊。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知道什么呀？跟我们有关。小林外公把双元的股份转让给小莲，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难道希光爸爸不同意？
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为什么呀？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希光，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而且你可以放心，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就一定会完成。那好吧，那看看情况再说。其实相比起来，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什么？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哎呦，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那叫习惯了吗？所以，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可以是可以，可是这样的话，你就少了2根木头。少了2根木头会怎么样？你就不完整了呀。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那我说的不对吗？当然不对。嗯，1根木头都没有少，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那好吧，我知道了，下次再改。还要等下次？对，我先走了。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紧紧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看我心头像，藏好了。剩下的也需要晒太阳。老板，还没下班吗？在等你一起吃晚饭。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
晚上呢，我要和英姐他们一起吃。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我。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师兄吃饭好了。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要走了吗？我去关灯。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if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除了下车要亲一下，下班也要吗？对，因为男朋友想要得寸进尺。我不需要兄弟时光，和你的闺蜜们改个地点，不要买单。不行，他们都买好东西在等着我了。这样，那你多迟到一会儿。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if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他玩，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来，你还要再做一次吗？今天不用了。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野猫？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3只小猫在溜达，一家4口，眼睛圆圆的，超级可爱。我们去找它玩嘛。眼睛圆圆的，那不是像你呀？说不定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妹。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不需要带礼物吗？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哎呀，算了，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先去认个亲，混个脸熟。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我本来也不想去的，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所以是陪我，顺便参加。当然。所以明天呢，我们各自行动，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1小时起码1条。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你吃了什么，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这么多要求？不行啊，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你不要服务周到。要，任凭聂小姐差遣。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都跑到这儿来找我，
生日宴上不开心？没有，就是我的脚想过来，想早点回去了。马上就回去。不过，要不要和席教授他们打个招呼？啊？可爱的小姐，你已经是 Vincent 千山万水才找到的女朋友，请你不要生他过去相亲的气，那是我赶鸭子上架的。我向你保证 ，Vincent 是一位坚贞廉洁的美男子。好的，尊敬的教授，谢谢你的推荐信。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事忙。不过，听说双远你都交给聂小姐负责了。哎呦，你真是命好，以后就不用劳神费心了。谁说不是呢？这可是聂小姐的至亲，你是得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好好讨长辈欢心。对，我来当个导游。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杰总。你呀，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硬币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挺直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的。邢姐，习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你从小就伶牙俐齿，喜欢逞口舌之快。不过现在我们长大了，你也该想想以后吧。不想了吧？这不先快乐了30年。羔羊卷，牛肉卷，牛肚，还有冰淇淋，好可爱那个。这个，这也太大一桶了吧！这是比我脸都大，不行不行，吃完胖死了。走走走走走。我们去买点冻豆腐和午餐肉吧。龙虾好像不错，买只。今天阿姨不在，你会杀吗？这难道不是杀鸡用牛刀那么简单？那有2只，锅笼的话我一个人就能吃1只。 2只没问题，但是你先保证，吃不完不准塞给我。我发誓。行。你好，麻烦要2只波龙。我们要那2只打架的。差不多了，我们再去买一点调料。我想去个洗手间。 你先去买调料，再买点常喝顶的。好。
你来处理食材，我弄锅底和调料。可以，我的手加糖。知道啦。你不是说你会吗？到底是人虾有别。等一下，我正在仔细研究它的身体结构。研究出来了吗？要不你帮我上网查一下。拿你手机码，我手机在包里。让我来帮你找一下教材。哎，你看这个。会了。雨森，其实你知道，星期天在上海，我遇见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天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啊？因为你已经来找我了，然后扑进了我的怀抱。我去你书房里再拿点书，上次拿的全都看完了。好，加油！哎，最后一块你吃掉。你不是说一个人能吃一只？我是吃了一整只啊，有壳为证。不信你数数。拿来我拼一下。你真拼啊！哎呀，你快吃掉嘛，快点吃。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你送我。我书忘记拿了，你去书房帮我拿一下嘛，我整理好放书桌上。好。聂希光，在。你把我书房里的黄豆换成了红豆。对啊，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的。我想着你老拿黄豆练习，多无聊啊，所以给你换个颜色。你把手伸出来。
最后一颗，一颗都不剩了哦。Oh, will it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希光，我并没有说的那么笃定。现在呢？现在，我知道，我握住了所有的光。Find a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or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真的有急事要回去吗？只是想让你早点发现的借口。最近同时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这难道不是你提议的？我说去周边城市玩一下，你说不如在家里学习，体验一下大学时代和男朋友一起学习的感觉。我只是装装样子，谁知道你真看啊！不好，我晕刺了。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哎，你不要非法。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没发什么。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这样对女朋友。应该是合法的。林医生，林博士，你学到了哪条知识告诉我，亲一下可以治愈他？
这项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那我是你的实验对象，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我只是拿书。哦。对了，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有道理。唉，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什么名字？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可以，改吧。不扯大旗啦？是不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改出的？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宇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搭。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果然是城里人。难道你不是？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会无锡的。烧火呀、煨鸡、放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堂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结，给我，你来点。好了，可以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对，就是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火才能升起来。看，这样，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哦。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来，把火钳给我。我要拍张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了。叫阿姨寄巧克力来说。那起码得有5斤，我身价可不能低。啊，也太贵了吧！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信息说输不起怎么办呀？那
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好的呀。注意地形。我看你脸都烤红了，我还想感受一下温度。蜀山汤。你多煽乎一点。我也试试温度。小光、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啊！哇，你太厉害了，奶奶！是你们烧火烧得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你乖。谢谢。谢谢。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是。好吃。这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那太好啦！以后你们找了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当然啦，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好，我都教你。是啊，教你。来，快吃。是，快。这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小光回来了。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2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他看了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的假的？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武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哎。小光啊，那个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姑婆家的桑葚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哎，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哎，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对，哎，那个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说想吃你们家的桑葚，你摘点。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贵吧？大概多少？一篮太多了。普通门诊14块。那
妈装了，去掉还有剩。谢谢房德啊，这位。爸，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回事？我说了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你为什么还要报警？是打量我躺在病床上就管不到你了？什么报警啊？你们还想瞒我？无锡城里都传遍了，一个上午接了几个电话，表面上是慰问我，其实是拐弯抹角问我被骗了多少钱。你也长大了，能不能懂事一点，有点大局观？这么点小钱花了就花了，哪有企业形象重要？做生意最讲脸面，你连这一点轻重都分不清，这么小几百万，怎么就让你过不去呢？你是我唯一的亲生女儿，我以后的钱都是你的，你急什么？我听明白了，有人报警说被诈骗了，扯到了你身上，许多人就来问你是吗？我和奶奶没有被诈骗，不是当事人，我们报不了警。那天我们想报警是因为有人上门闹事，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怎么报警呀？至于你想要当冤大头给别人还债，那是你心甘情愿，我们更报不了警。钱大顺借了别人的钱还不上，人跑了，那么被骗的不是他就是他女儿，报警人应该是他们。无锡就这么点大地方，你和钱方平的事情知道的人不少，那如果他去报警的话，被人认出来或者碰见了，扯到你身上，传得沸沸扬扬，这有什么稀奇呢？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去怀疑他们，反而过来骂我？小光，我的乖孙女，你不气不气啊？奶奶帮你骂他。你是猪油蒙了心，怪不得有人说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现在还没后妈了，你的心就偏到沟里去了。我不伺候你了，我也不管你了。你不是有钱吗？你多找几个顾问，多找几个护工啊！你让钱方平和钱大顺来伺候你，你们才是一家人呐。小光，我们走。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元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这里头还有小玲的事，小玲车祸是马念元害的。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叶希光，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车祸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2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是他们报了警，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
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作孽呀！真是作孽呀！你怎么来了？在楼下碰见阿姨，就陪她一起上来了。那我已经没事了。今天我犯了个错误。什么错误？以后你去见你爸爸，我还是要跟着。你跟着也干不了什么呀。起码可以分散一些火力。而且，你也总要面子，我在的话，他肯定会憋着，就让他憋着难受好了。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在想，我好像有点过分。哪里过分？你只是说清楚真相。聂叔叔本来情绪就很差，你不说清楚，为了报警和留言，他心里更生气，对身体更不好。不是对他，是对你。我怕他一直对你有偏见，可是这些天我还一直把他的病历资料发给你，问你意见，我完全没有考虑过你的心情。你不发给我，才有问题。情侣之间应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在我专业的领域，你不信任我，不依赖我，我会很失落。这样吗？当然。其实这几天我还整理了一下手术思路。假设这个手术由我来做，我会怎么做？采用什么手术体位？等施耐德博士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他，听听他的手术思路。谢谢你。你非要说谢谢的话，我就收下了。不过，你先帮我解决一下现实问题。什么？你家这个床单设计不合理，怎么横着铺、竖着铺都觉得短？啊？会吗？你拎着那边我看看。我看。真的耶！这个床单怎么设计的？它为什么是正方形？这边应该在床头。应该是这边是床头。我刚发现它这个三边都有花边啊，真的。你听我的，就这样，是吧？好像是这样。还是我的观察力比较厉害吧？上次我跟你说过，高考前有人告诉了我爸爸过世的前因后果，于是我就从外公家里搬了出去。你说，后来到了医院，看惯了生离死别，才渐渐放下了。可是，在放下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挣扎。记得那个时候，刚搬出来没多久，外公生了一场病，需要做手术。丽叔打电话给我，
希望我去看看他。我跑到了医院，一个人在医院门口坐到天亮，最终还是没进去。直到丽叔打电话告诉我手术成功了，我才离开。跟情感有关的一切，或许都是无解的，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年少的我，立下了一个幼稚的誓言。什么誓言啊？虽然有点幼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坚持。那会儿15岁的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很好，不论是亲人还是恋人，我要让我爱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我遭受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明明是安慰你，怎么起了反效果？怕你说哭了？没有，我就是想到那会儿才15岁的你，小小的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一晚上，我就很难过。我也会的，雨森。我也会做到，让30岁以后的林雨森不会因为他爱的人受到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好。不过，有个关键点我要纠正一下。是什么呀？15岁的我，已经超过1.8米了，不是小小的。哎呀！待会儿也许可以发一句简单的话，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你自己。这样你会好受一些，不会再反复纠结。然后好好睡一觉，以后醒过来的每一天都有我。雨森，虽然我迟到了一会儿，但是以后的每一天，你也都有我。
是不是早有预谋？对，预谋已久。你好，是林先生和聂小姐是吧？是。哎呦，欢迎欢迎，一直等着你们呢，请进吧。给你们2位介绍一下我们楼盘的情况。我们望城雅树啊，位于城湖最美的湖岸线，是低密度纯别墅区，绿化率达到了60%。本次我们一共推出16栋别墅，每一栋都坐拥1线湖景，走出自家花园就可以到湖边散步。来，设计呢由顶尖团队执笔，打造了稀缺的中式极简风格，房屋和湖景完美结合，独特的江南韵味十足。小区周边配套完整，医院、国际学校应有尽有。你是要投资吗？可是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僻啊？我们公司已经在园区边边了，这里比我们公司还要偏。不是投资，是自住。自住？这里虽然偏，但是开车到我们公司只要15分钟。可是你以后要去上海上班呀。你还在光宇？我可以借些激光笔吗？哦，当然。第一次见习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未来上海新建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在松江，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开车到研究中心大概要50分钟。光宇是在这里，这个小区正好在我们俩上班地点之间，所以这是我设想的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那我们的房子可太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我保证，没有比我们位置更好的房子了。那倒不至于，还有2个楼盘，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没有我们这儿好，我们的物业呀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服务品质那没话说。秋天，业主还送免费的大闸蟹。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一直在偷偷摸摸的研究。那好吧，为了不辜负你的研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那除了大闸蟹，我们还有购房优惠呢，而且我们是现房，不用等。林先生，您做过调查，你应该知道，别的房子起码要等1年，我们现房所见即所得。其实我们还没结婚啊，不过这些已经是他说了算，你说服他就好。小姐，你信我啊！别的小区你当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绝对我们的最好。我们离你上班地方最近的，你看这条线上，别的别墅都离上海要近一些，您开车上班远一点，你未婚夫肯定舍不得。你说的有点道理，那麻烦你带我们去实地看看。哎，来，请。应该还没结束，舅妈还没给我发消息，说我手机还被锁着。在这儿坐一会儿吧。A me non perdono. Il faut savoir rester digne.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陈瑞中标了，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邢姐，你这次虽然落败了，却有了第一时间亲自向董事长汇报的勇气。我想董事长一定会欣慰你的成长。你等着，今后佳音。
常规操作。刚盛行节的意思是不是舅妈他们中标了100%是吗？太好了，舅妈，西瓜，哎呀，我们中标了！我们刚已经从气急败坏的盛行节那里知道了。沈总，克制克制，这么多人呢。人已经山开始过来了，不然恨不得飞起来。西光、小林，谢谢你们，谢谢张总、花总，谢谢你们公司。这次你们帮我们太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评委会对绿色节能这个理念大为赞赏，我们的设计方案一举拿下高分。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还是程瑞团队足够优秀，设计做得漂亮。你这孩子，这时候这么谦虚做什么？哎，你们不是说有安排，怎么还在这等着我们？太辛苦了。哎呀，不辛苦，我们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的，才回来。对，舅妈，我们没一直等，刚和西光去买房了。啊？买房？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买房？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你别瞎嚷嚷。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1年。哎，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你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我最喜欢看这个。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哎，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那离你也不近呐。还好，开车大概50分钟。看着离西光更近。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是的，阿姨。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从松江回陆家嘴，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西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大瑞，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那行，下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势利啊！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具体点。哎，就是偶尔打打游戏嘛。1毛也别想多。哦，对了，西光，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我爸给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你怎么回的？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让啊。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承诺不欺，有难同当。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说一声？怎么样，盛爷爷走了？他有没有骂你？
是说过要陪你，这不是正好有工作吗？过几天设备就要进厂了，有好多事情要确认呢。哎，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别演。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没有，我还顺势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邀请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还是你厉害。分手的事儿。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邀请我吃饭。行呀，食堂我正好约了花总吃饭的时候谈点工作。算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工作没做完。哎呀，不行，疯了！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我看看，西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当然不是。听着也不像。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了？听着也没有坏人啊。这么确定？要不你再亲一试试？没坏。西光，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什么？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伏行业有兴趣吗？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这个我早就发现了。什么时候？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某个小朋友才学了2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这也算啊？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聂总，我们去食堂开会。虽然但是，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不，1个月。怎么摆烂？当然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带我吗？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我更愿意当枕头。会拿零食的枕头。成交。大场面留给老大们，小花园的揭牌仪式我们来。林总，请揭牌。不一起吗？我盖上的，当然你来揭开呀，哪有自己盖自己揭的？这么有仪式感。那你念一下倒数。你才是有仪式感吧？5、4、3、2、1。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ill it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什么时候偷偷改的名？想到你要离开双原，我们没法再每天10几个小时在一起的时候。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你再说下去，我叫英雄气短，舍不得离开了。万万不可，林博士，你可不要被美色所迷哦。 那我要多多练习，增加抵抗力。是这样增加抵抗力吗？有点偏差，是这样。 某个人一直神神秘秘的不让我来，就是为了等今天。对的。难道里面还有什么惊喜？那没有了，你不要想太多。但是里面很漂亮，你跟我来。看。 我给你挑一杯喝的。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消失着在你身后。像错过流光。 森林，把光留给我，森林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紧紧拥，想守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像是的是你眼眸。 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之我们去那边秋千坐坐。自我，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 天成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你在想什么？总会有我有你。在想1年前的现在，我刚刚来到公司，满脑子复仇？没有。 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肯定不会伤害你。只是没想到，我才进公司1天，某人就撞到了我手里。你当时什么感受啊？是不是暗自得意？
我不仅没有得意，还有点慌张。糟了，我还没计划好，他怎么就跑到我跟前了？哈，要不是我是当事人，我就要被你骗了。林总当时明明一脸高冷地说：“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从即日起调到管理。”啊，那是本能反应。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我随时可以过来。知道，但总觉得不一样嘛。对不起。你为什么对不起？你在做正确的事情，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有点舍不得。但其实呢，我也有点跃跃欲试。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知道，但我就是想说。好吧，说吧。那罚你荡秋千100下，来吧。好。1、2、3、4、5、6、7。希光，也许以后我没办法再和你一起工作，但如你允许，我会努力锻炼，健康长寿，绝不在你的人生里来去匆匆。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预谋，是有点唐突。不，林宇森，我有点没准备。我是说，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好。这位聂小姐，如我始终如一，此心不移，请问，你允许我在你的人生中常驻吗？好啊，我允许。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h,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s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阳光只是你也自我。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总会有我有你，总会有我有你。爸爸仔细检查一下，这样你妈妈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嗯。妈妈来了。雨森，心寒，哎，宝贝。总算回来了，辛苦了。这次是去了好久。先下来。怎么了？来，下来。妈妈，花。哇，还有花花。花有妈妈回家。谢谢星星。这是爸爸带我买的，不过是有我的压岁钱哦。爸爸这么小气哦，还好妈妈只给星星带了好吃的巧克力，没有爸爸的哦。妈妈最好。啊，想没想妈妈？啊，爸爸来来，哎呦，姑花，祝姑姑旗开得胜，所向披靡。哎呀，乖宝，姑姑爱死你了，还会说这么难的成语，太厉害了。要不心寒，你不跟爸爸妈妈回去了，跟姑姑在上海住几天吧。你带巧克力了吗？当然给宝贝带啦，还买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那我先把妈妈带的吃完，再去姑姑家。小见鬼！哥，恭喜你们团队研发的脑机接口在临床应用上取得巨大成功，这将会帮助无数的瘫痪病人重新获得自理能力。出发前我就看到新闻了，一忙起来没来得及恭喜你，你太厉害了。谢谢，这是各个专业的同事协同努力的结果。哎，马上是不是就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了？目前临床试验中，更高密度的电极已经可以帮助盲人实现3原色感知。不仅我们，还有很多脑机接口团队都在努力着。那太好了，感谢让我生在这个时代。对了，举报一下，在沙特的时候，嫂子有事没事就搜你们新闻，一条看好几遍，循环播放。怎么不行啊？我这是在关注科技前沿。这么巧，你们拿下中东最大 BIPV 项目的消息，我也一直循环了好多遍。你这个门字就不用加了，我知道肯定不是看我。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接西瓜，所以我特地也喊了人来接，怎么还没见人？盛行乐，姐我回来了，你人呢？一会儿妈妈给你做好吃的。这下挑不出毛病了吧？还要等你10分钟。你完了，盛行了，你的电竞战队今年别想从我这儿再拿到1分钱。等行乐来了，我们一起吃个晚饭。算了吧，你们还要回苏州呢。再说小别胜新婚，
我才不想当电灯泡。你们车停在哪？T2。那不在一起，大宝贝还给你们。爸爸给你梳的辫子吗？哇！星航，先给你1包，剩下的1包呢，等你来姑姑家里再给你。嘿嘿，谢谢姑姑，谢谢姑姑，不用客气。慢点。公司的车也到了，你们自己坐公司车回去吧。知道，老板放心吧，我们认得路。这次出差这么久，接下来几天大家就不用上班了，下周1再来吧，工资照发。老板万岁！走了走了，别在这当电灯泡了。来，谢谢。那我们先走，路上慢点啊。好，走。走啦，我们回家。走了。走喽。你怎么给他别了4个卡子啊？不好吗？我觉得应该别6个。多多益善少。我给你加分。好。走了。1天3颗。每天吃的话只能1颗，吃完要刷牙。可妈妈买了这么多，吃慢的话会坏掉的。我保证不会坏，坏了赔偿。妈妈，虽然是妈妈买的，但是妈妈只负责买，爸爸负责分，爸爸负责吃，我们权责分明，对不对？1天吃1颗太少了，我都尝不出味道。哎呦，宝宝，那个妈妈呢还要去刷牙，还要敷面膜，这样你跟爸爸商量哈。啊，爸爸，我就有3颗。3颗真的太多了，你的牙齿会坏掉的。下次我不跟你好了。那每天2颗，行不行？我们好，那我们拉钩2颗，好，盖章。好，那我们说好了啊，睡觉，来。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答应他每天2颗，终于肯睡觉了。你倒是跑得快，留我一个人面对小魔王。那我容易心软吗？分配临时额度这样的重任，还是得要让精通营养学的林博士出马才行。加了一个晶晶。现在奖励都这么轻飘飘了。送回去。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were near,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 When you are near me, am I dreaming? I'll be there for the day when
想你。我也是。累吗？一点点。是我在飞机上睡了一下，现在还有点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看会儿手机。Clouds are parting, skies are clear, but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In my mind, I'll be dreaming, I'll be there for the day when you will come to me. 恭喜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什么构想啊？ Until that day, I'll play the game, I'll dream away, it'll be the same till you're near me. 早饭吃什么？刀鱼馄饨，岳母知道你要回来，昨天特意让人送了几盒馄饨过来。老妈现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忙，整天天南海北的，不见人影。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你鼓励她60多岁正是闯的时候。因为她忙起来比闲着要开心多了嘛。岳母的确看着越来越精神，我来煮。好。再过几分钟，星星也该醒。你昨天睡觉前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话？什么实现构想？对，祝贺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造大型 BIPV。我还说什么了？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那我一琢磨呀，你们老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不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那么久之前的胡说八道，你还记得啊？老婆说的话当然要记得，不然要考怎么办？你不要乱讲，我什么时候考过你？做到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是我们聂总少年壮志，高瞻远瞩。你也做到了，我的林博士。血液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爸爸妈妈早上好，有东西吃吗？我饿了。星星自己起来啦，你好棒啊！你看，
爸爸已经在煮馄饨了。你外婆送来的刀鱼馄饨马上就好了。我想吃太婆做的那种馄饨汤，里面有加鸡蛋。好，妈妈来煎，你去找爸爸。来，吃几个呢？一个，一个半。好，你吃几个？2个。那我也吃1个半吧。星星，加起来一共是几个？5个。哇，星星这么聪明，好棒啊！爸爸名字里面有5个木头。这都被你知道啦。你爸爸是有很多木头。星星进步神速，已经可以把我们3个人的名字写得很漂亮了。真的？妈妈名字可难写了。真的，我会写了，不信我写给你看。好呀。雨森，你还记不记得好久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你名字里木头太多，缺光照，要我送你一轮骄阳。有吗？有，不要装傻哦。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记得。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thing that fades away. 送你。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or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我想送你的骄阳，是光彩夺目的瞬间，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是每日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也会是许多年后落日的最后余晖。